全球高温，末日降临。我好吃好喝，供养了3年的校花女友，勾搭外人，不仅将我的物资洗劫一空，更是将我活活饿死。而我却意外重生，到了末日前，还得到了空间异能。空间的面积大到数不清，并且自带时间静止效果，放进去的任何东西，不管在里面存放了多久，取出来的时候都是刚刚放进去时的样，一世无辜惨死。这一世，我定要在末日中获得潇洒。先弄到钱再说，现在钱还是很重要的，没有钱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拨通了叔叔的电话，将自己那40%的股份变卖，换取了15亿的现金。现在手上已经有10几亿的资金了，先去把各种物资都采购一遍吧。说着，我便给全市的饭店都打去了电话，将他们各家的招牌菜都点了3000份，让他们送到指定地点，我家别墅后面的仓库。那里面积虽然不大，但完全可以胜任中转站的任务。随后亲自开车前往了小吃街，将所有的食物几乎全买了下来，放进了空间之中。在之后，我前往了市里的粮食店，一口气将所有的米面粮油全部买了下来，这才回了家。此时各个饭店的菜都已经在仓库摆放好，我通通收入了空间之中。现在需要的是药品和各种应对极端天气需要的设备了。药品很好搞定，只要不是处方药，在一般的药店都可以买到。驱车来到商业街，将市里大部分药店都采购一空后，药物储备已经足够我用几百年了。其次是极热天气需要的工具和设备了，空调、冰箱这些肯定不能少。其次是沙漠旅行才会用到的隔热服、防晒衣等。极热之后是极寒，那么羽绒服、壁炉、棉袄这些也都是必不可少的物资。在之后的暴雨和洪水，就需要用到潜水设备、船、雨衣了。这些只是简单的装备，很多这些装备，比如冰箱、空调这些，如果没有在末世前搞定配套施舍设备，基本上是用不了的。最重要的是防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，在末世之下，他们才是最危险的存在。所以，打造一个安全屋是必要的，里面不仅要配备齐全的发电施舍，更是要有防风和隔热的效果。所以我直接找到了全市最大的装修公司，让他们按照我的要求，将我的别墅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。首先是作为第一道防御工事的围墙，全部被我通上了高压电，要想进来，除非你是蒙奇地路飞。再者是别墅的墙体，在墙体内我加了1米厚的钢板，隔热又防弹。跟墙壁配套的是15层厚的防弹加防紫外线的玻璃，加起来足足有1米厚，就算是拿 RPG 轰炸都破坏不了。各个角落被我装上了无数的高端监控，保持了360度无死角，只要你进了围墙，我就可以在监控中看到你。最后是别墅里面保安系统、联网系统、恒温系统、发电系统等等，应有尽有。现在这座别墅才算是真正的末日壁垒，这还远远不够，在末日中出行工具也是非常必要的。所以我找到了全市最后的车辆改造中心，为我改造了2辆车，一辆车隔热降温，在极热天气中也能安全行驶，另一辆密封保温，适合在极寒天气行驶。经过我这么一番准备，10几亿的现金已经所剩无几了。此时距离末日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最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，那就是武器。有道是邻居囤粮我囤枪，邻居就是我粮仓。而武器的事情我也有了想法，等到车辆改装好后再去拿好了。就在我回到别墅门口的时候，却看到校花方倩在那里等我。想必她是知道了自己套现15亿的事情，过来找自己做冤大头的。不过她不知道的是，那个舔狗张铁蛋早就没了。想到前世之仇，我顿时对他就起了嘎心。不过距离末世只有1个月了，1个月之后就是他的忌日，再忍忍，自己并不差这1个月的时间。张铁蛋，听说你最近套现了15亿啊？最近我正好看上了几个 LV 的包包，你可以买给我吗？不贵，加起来才不到20万呢。你来找我就问了这事？对不起，没兴趣。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果然没错。张铁蛋，你有钱就忘了吗？我还想着你给我买完这几个包包，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呢。张铁蛋此时内心一阵恶心，前世的他就是听了这种话才会供养这种绿茶足足3年，最后落得惨死的下场。我没有继续理会方倩，转身进入了别墅之中。张铁蛋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好，我决定再也不理你了，你怎么道歉都不会有用的。回到家中，我第一时间打开了网上的购物平台，批量的购买了很多东西，除了极寒极热需要的物资之外，还购买了足量新鲜蔬菜水果。这些东西在末日也是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。最后就是能源了。吃完饭，我直接就前往了市里所有的加油站，一次性购买了他们储蓄的全部石油。这下能源问题也解决了，距离在末世中躺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最后嘛，自然就是武器了。在国内这种管制物品肯定是拿不到了，且不说各个有武器的地方都守备森严，就说天眼系统加大数据排查，估计分分钟就可以找到自己。所以获取武器的地点被我锁定在了最近的邻国毛熊国。计划的可行性有待商榷，但此次前往毛熊国必不可能亏本，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具有北海之称、物产极其丰富的淡水湖贝加尔湖。就算拿不到武器，能将整个贝加尔湖收入到空间之中，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。说干就干，我迅速的买了一张前往东西伯利亚南部的机票，起身前往了贝加尔湖。下了飞机后，
找了个僻静无人的地方，我取出车就前往了贝加尔湖。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我转头看了看，发现却是四下无人，便将车收入了空间，忍着零下40度的低温，换上了潜水服，进水里就好了。水里也就是0度，不能再低了。带上氧气瓶后，我直接打开空间，开始收湖面上的冰。5米厚的冰层被收入空间，我直接掉进了水里，顿时觉得暖和了不少。然后全力开启空间，一个直径100米宽的漩涡，就像是一台巨型抽水机一样，疯狂地开始吸水。随着水流涌动，一个巨大的漩涡在贝加尔湖中央诞生，各种水生物瞬间被漩涡带着吸入到了空间之中。身处漩涡深处的我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一直向着深入游去。直到凌晨3点，我来到了贝加尔湖的最深处，除了这里之外，其他地方已经看不到一滴水、一条鱼了。收工，现在就是去拿武器的最佳时机。说着，我从空间里取出了车，并且将空间的入口始终保持在我车辆的前方5米处，随后缓慢地在贝加尔湖1500米的深处开了起来。果然不是出所料的是，汽车前面的不管是泥土还是石头都被收入到了空间之中，让车始终保持着直线行驶。果然可以。那么朝着毛熊国的武器库出发。大概开了1个多小时，我才到了军事基地附近，随后通过在车辆上方收土，在车辆下方放土的办法，让车回到了地面上，然后自己偷偷摸摸的靠近。在距离基地不到500米的时候，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在监控之下，我采取了之前的笨办法，从地下慢慢的靠近。这样的话，即使前方有地雷，我也可以把它们收入空间之中。而当我进入到基地内部时，我甚至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地面人员走路带来的震动，这让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不过他们并不可能发现我，所以我逐渐的放松了心态，最后选择了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钻了出来。结果我的运气出乎意料的好，这里就是基地的军火库。这里不仅有常规的一些武器，甚至还有车载导弹、坦克、武装直升机，甚至还有2架战斗机。各种导弹也是仿佛不要钱一般的堆在一边，10辆导弹车、20辆坦克、3架武装直升机。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就算是前世我都没有见到过这些装备。随即将它们一一收到了空间之中，一共10辆导弹车、20辆坦克、3架武装直升机、2架战斗机。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导弹数量多到数不清。这回别说是末世那些小混混了，就算是漂亮国带队来，只要给我人手，我也敢跟他干上一架了。不过现在要赶紧走，如果被发现就危险了。随后我用同样的办法回到了贝加尔湖畔，只不过此时已经天亮，不管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都震惊地看着空空如也的贝加尔湖，不敢相信一夜之间他居然就这么干了。更关键的是，一条鱼都没留下。这些自然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了，我加足马力前往了下一个地点，那就是毛熊国的石油储备基地。我这么多的装甲设备自然需要巨量燃料，而毛熊国恰好就是一个产油大国。随后我用相同的方法又从毛熊国拿走了数之不尽的燃料，加上炼油厂的整条生产线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是在末日下燃料不够了，我依然可以进行石油加工，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燃料可以使用。返程的路上，我还顺便从地下挖了一整条矿藏的煤炭和仓库内已经处理完的煤炭，这种最基础的燃料也是必不可少的。现在陆地上的装备肯定是足够了，可惜水上的还没着陆。漂亮国那边怎么样？他们不是有好几艘航母吗？并且他们的战斗机也非常发达，这样的话我就找他们拿一些吧，毕竟他们在那么自由的国度，他们肯定不会限制我拿走东西的自由吧。此时贝加尔湖和一个军事基地的装备神秘消失，毛熊国总统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往了基地查看情况。之后他又得知了油田储备和炼油厂被盗的消息，一个人瞬间显得苍老了很多。而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，准备前往漂亮国的首都华盛顿，因为就在华盛顿东边就有一个码头，那里停放着漂亮国现役的各种军舰和航母。这一趟飞机坐了足足10个小时，而我蹭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睡了一觉。下飞机后，我看了一眼繁华的华盛顿，便直奔码头而去。到地方以后，顿时把我开心坏了，这里光航母就有2艘，还有各种驱逐舰10几艘，补给船几10艘。我第一时间就找了家宾馆住了进去，等到天色都黑了下来，便用老办法挖洞，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挖到了码头下面。换上潜水服，再把洞口堵上，确定不会被人发现后，我直接跳进了海里，向着航母游去。等我到了最大的那艘航空母舰下方时，就直接开启空间。唰的一声，一艘造价几十亿美元航母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几个人就跟下饺子一样掉进水里。看来这航母上还有人啊！见此情形，来不及犹豫，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赶紧收第2艘。黑灯瞎火的，我又在水里，他们肯定不会发现我。赶紧收第2艘航母。随着航母的消失，又是一堆人从空中掉进了水里。这时候，漂亮国海军基地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，他们已经发现航母突然没了。无数强光灯开始到处照射，企图发现航母的踪迹。他们现在估计都戒备起来了，要不要继续干呢？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这次能摸过来，说穿了有很大的运气的成分。他们手背都非常的松懈，如果这次不拿干净，那么以后肯定就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不但没跑，
还盯着警报声继续偷护卫舰、驱逐舰、补给舰。漂亮国海军基地的长官看着这一幕，人都骂了。被探照灯照着的船突然之间就一艘一艘的消失了，就算是沉入海里也没这么快的呀。没多久，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发现岸边已经有不少人在换潜水服了。也许漂亮国他们已经意识到是海里有人，所以准备下水搜捕了。他们换衣服还要一会，我需要抓紧时间，快点，再快点！我张铁蛋航母都拿了，核潜艇也不要放过。就在我的前方，几十艘潜艇就这么飘在港口。这些好东西，今天不拿下的话，怕是睡不好觉了。随即我一把加速来到了他们旁边，开启空间将他们全部收入其中。随后我爬上岸，又用老方法，前面收后面放出来，奔着漂亮国补给站而去。这次港口这么多船和潜艇丢失，安保人员肯定都赶往了海边，现在补给站估计一个人都没有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果然这里没人，全去找航母了。重油、航空汽油、航空燃油，这里应有尽有啊！打开空间，我直接全部收了进去。这下这些舰载机的油也有了。不过我不知道的是，这次去补给站却给我深深的埋下了一个祸患。之前在毛熊国，因为不赶时间，所以我事无巨细的把监控和网络都弄断了。但这次太匆忙，我被监控视频拍了下来。而此时，几位漂亮国高级将领正在看着监控视频，一言不发。从监控上来看，补给站的地板突然破了一个洞，随后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男人就从里面钻了出来。随后他毫不迟疑地走向了最近的货架，随后货架上的东西便全部消失不见了。这男人就像是有超能力一般，他走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的货物便直接消失。我得发，这是什么？超能力？还是外星人或者高科技？不管是什么，他居然敢挑衅我们漂亮国，简直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。从他穿着潜水服来看，航母和潜艇消失的事情绝对跟这人脱不了关系。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们漂亮国是什么下场。此时的我已经回到了酒店，躺在床上细数着今天的收获：核潜艇、航母，还有舰载机，加上补给站里无数的燃料。所以说漂亮国是真有钱啊！就这些舰载机，我开一架扔一架都够开几个月的了。在宾馆美美的睡了一觉之后，我依旧没有第一时间回国，原因无他，这么富有的漂亮国，我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离开？接下来的2天，我还是依靠蹲点和挖土，将各个大型超市的储备都收入了空间之中。这期间还包括石油公司、仓储中心、各大医院、服装厂、冷冻厂、机械厂、军工厂等等。不能说收入颇丰，只能说应有尽有。而各处的安保人员也都在寻找我这个神秘人，尽管已经动用了天眼系统，但依旧无法锁定我这个神秘人的动向。而我在确定没有什么重要物品了以后，便坐上了离开的飞机，准备回国。飞了14个小时之后，落地又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我顺利的回到了自己的安全屋。而此时距离末日降临还有1天，2050年1月1日凌晨2点，我锁上了安全屋的钛合金大门。这大门不光需要钥匙，还需要密码加人脸识别成功才会打开。可以说此门一关，除了我之外，谁也打不开。之后我独自坐在窗户前，拿出一瓶红酒，静静的喝着，等待末日的降临。凌晨2点30分，外面漆黑的夜空中突然爆发出一道剧烈的白光，将整个夜晚照射的宛如白昼。来了，太阳黑子爆发了！仅仅只是一瞬间，我床上所有的手机和电脑屏幕开始冒出雪花。第一时间，普通的电子设备会全部失灵，而后太阳黑子爆发和磁暴会破坏掉全球1/3的卫星，全球的通信严重受损。最后是臭氧层被破坏。从明天开始，太阳的能量将会毫无阻碍地照射在地球上，紫外线的杀伤力将会让所有生物无法在白面对阳光。从今以后，阳光对于人类将会是致命的。大概1分钟后，天空那道白光消失了，但末日才刚刚开始。那1分钟造成全球电子设备完全失灵，无数车辆失控撞在一起，停电、断网、爆炸、火灾、惨叫声、哭泣声、呻吟声、求救声，地球已然是一副末日景象。而我则是淡定的喝完红酒，蹭着些许的醉意睡觉去了。一觉睡到大亮，打开手机，网络果然恢复了一些。从空间里拿出一打啤酒，几串烤腰子，看看微博、贴吧论坛，几乎被昨晚的事刷爆了。官方也在多个平台上同时发布了通告：华夏国的人民请注意，京都时间2050年1月1日凌晨2点30分，由于太阳黑子爆发，导致全球通讯设备一起失灵，其中造成的事故，官方正在全力以赴的抢救。从2050年1月1日起到2050年1月4日凌晨，华夏国全国所有人员集体休假，非必要不要出行，以免影响到官方人员营救工作。为保证居民正常生活，所有食品售卖场所，包括大型超市、食杂店、饭店、酒店、水站正常营业，不得私自涨价，违者必究。非必要不聚集，不外出，以防止人员密集造成2次伤害。官方会全力抢修水电、燃气、通讯系统，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到影响。由于灾情严重，非必要事件请不要报警，以免浪费警力资源救援受灾群众。
2050年1月1日6点，华夏国京都抗灾指挥部发布。华夏国的官方永远都是那么的迅速，可惜还是低估了这次灾的恐怖程度。在这次毁灭级的灾难面前，谁都救不了这个世界了。看完了公告，我又看了个论坛，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出现了晒伤的情况，大部分都是今天早上出门的。气温明天会达到50度，后天就会达到60度，以后平平常常60度，偶尔70度，极少80度。从今天开始，紫外线就是严重超标的，如果接触阳光过多，甚至可能会患上皮肤癌。不过我现在是物资丰富，不用出门，而你们准备好感受绝望吗？1月3日，整个互联网上都炸开了锅。首先是因为在救援行动中忽略了防晒的重要性，将近80%的官方工作人员受伤，失去工作能力，救援工作陷入停滞状态。随后是各大商场的物资遭遇哄抢，很快所有的存货就全部卖完，这让没有买到物资的人产生了恐慌心理。虽然官方在第一时间就表态了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加上室外的温度飙升至50度，空调已经完全罢工，群众开始纷纷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负面情绪。而我此时就在桌前边吃饭边刷着手机，一条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消息进入了我的视野，说的是某工地上发现一条咸鱼，目前警方正在追查这件事。这个工地好像是乔峰所在的工地吧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那里会发现咸鱼？乔峰是我多年的哥们，他还有个妹妹叫做乔乔，家就住在我隔壁。平时他都是带着手下在工地上转悠，家里只有乔乔一个人。当时我疯狂的囤积物资时，就有2个人注意到了，一个是我的下属吴用，另一个就是乔峰。随后他更是学着我的样子，在自家的别墅里囤积了不少东西，足够他和乔乔生活几年用的了。但这些我目前还不知道。现在他的工地上出了事，我只想打个电话询问下情况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刚看到你的工地上发现了咸鱼，没事吧？是出了点事。昨天晚上有一伙人想要来我们工地抢物资，被我赶走了。但兄弟们没太注意轻重，让他们留下了几条咸鱼。你没事就好，需不需要帮忙？目前还好，这太阳太狠了，我只能跟兄弟们躲在工地上。好在这里物资足够我们撑一段时间。不过要说帮忙的话，你能帮我看看乔乔怎么样了吗？听说他往家里带了个同学，昨天那个同学还开门给别人发了物资，我害怕他那边会被人盯上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好的，我会帮你留意的。乔峰说了声谢谢后就挂断了电话，而我此时也给乔乔打去了电话，想要了解一下他那边的情况。乔乔似乎受了什么委屈，语气听起来不是很好。我一边安抚，一边听他说完了所有事情。原来在1月1日元旦的时候，他和同学李莹相约一起去逛街，结果2人没走多久就发现全身被晒得生疼。乔乔便买了些晒伤的药，带着李莹回到了家里。等到他们皮肤稍微好了一些之后，却发现太阳越来越大，就算是晚上也会被晒伤皮肤。李莹便留下来过夜了。等到1月2日的时候，这时候全民陷入到了恐慌状态，外面已经开始因为物资产生了暴力事件。一个女生自然是不好让她独自回家的，李莹也就在她家里一直住到了现在，并发现了家里囤积的大量物资。昨天夜里，李莹的家中因为缺少食物，李莹便让他们来到了巧巧家，给了他们不少的食物。可就在刚刚，乔乔做好饭去喊李莹一起吃时，却发现李莹在房间里吃零食，并且十分的浪费，经常是一包吃2口就不吃了，然后随意的丢在地上。乔乔教训了他几句，他反而哭了起来。之后乔乔为了哄他，答应每顿饭都给他做肉吃，这才让他高兴了起来。铁蛋哥哥，这事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虽然不知道我哥哥囤积这些物资是为了什么，但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些浪费啊？乔乔是个好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那个李莹不知好歹。另外提醒你一下，李莹既然已经把你们家有物资的事情说了出去，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们要物资，千万不要开门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想办法。好的，铁蛋哥哥，我知道了。挂掉电话，我第一时间前往窗户打探情况，发现乔乔家门口并没有人，所以他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一旦他们家不再安全，我可以利用挖洞这招把他接到家里来住，反正我这么多的物资也吃不完。不过现在的话，他还是有些太善良了，就让这个李莹当他的磨刀石，磨磨他的性子也好。原本我以为乔乔的事情只是一个插曲，接下来一系列事件才让我瞠目结舌。随着被烧伤的人越来越多，市面上防晒用品和治疗晒伤的药物被炒到了天价，一支防晒膏已经被炒到了一套房子的价格，甚至有人愿意出一套别墅换一支防晒膏，而依旧没有人愿意出售，因为此时大家都明白，多一点物资或许可以救自己的命。整个城市的食物也已经彻底断货了，一包泡面的价格都超过了10万现金。这个时候正常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各种物资的重要性，所以不论网上的人如此加价，都没有人愿意出售这些物资。但乔乔的同学李莹显然是个例外，他先是在群里大肆宣扬自己有防晒膏，并以300万一支的价格出售，总共赚了3000万。随后还很大方地给某个买家捐赠了1箱方便面和1箱火腿肠。他们看到了乔乔家里囤积了巨量物资，就在他沾沾自喜自己赚了不少钱的时候，大门却被人砸开了。只见那个收了泡面和火腿的买家开着2辆货车，带着10几号人冲进了家里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果然是个傻呗，滚开！随后他们当着李莹的面将整个1楼的物资洗劫一空，
此时乔乔也被这些动静吵醒，来到1楼查看时，整个人都被气炸了。李莹，我把你当闺蜜，你却想害死我。乔乔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这些物资当初不是30万买的吗？我转你100万好吧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，请你立刻离开我的房子，不要逼我动手打人。乔乔的话将李莹吓得不轻，拿好包，连滚带爬的出了门。乔乔则是关好了门，看着屋内一片狼藉，眼泪不自觉的流出。好在物资都被哥哥放在了地下室和地板的层里，损失只有1/3左右。他收拾了心情，开始整理起了屋子。而另一边的李莹看着自己手机里的2600万存款，整个人都陷入到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之中。他先是回到了自己家里，准备做顿饭吃，却发现家里已经停水停电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算了，我去超市买点吃的吧。我现在也是千万富翁，什么吃的买不到。可当他走到街上时，却发现所有的店铺全部关门，隐蔽的角落里甚至有不少已经被晒开的咸鱼。超市、粮油店、便利店等地方都有被打砸的痕迹。怎么会这样？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却看到一个手里提着刀的成年男子向他走来。哟，没想到刚出门就有意外收获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怎么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？随即，男子拖着他进入到了超市里。很久之后，他才独自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而此时的李莹则是衣冠不整，绝望地坐在地上。他此时已经被彻底刷新了3观，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陌生起来。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，他只觉得自己又饿又渴，只能在网上无助地求助。谁能给我一口水喝啊？我可以花钱购买，价格好商量。业主群里很多人看到了，包括乔乔和林峰，奈何无人应答。他这个末日活菩萨保佑了不少人，可是现在却没人保佑他。此时李莹发布的求助信息，我也是有看到的，不过确实没心情拯救这么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女人。这种人带在身边，肯定会害惨自己的。接下来的2天，网络上各种事情频频爆发，有各种帅哥美女为了一口吃的不惜出卖自己的求助信息，也有不少人被入室抢劫、被劫财又被劫色的官方通告。请所有公民注意，近期因为天气异象，导致不少违法犯罪分子猖獗，官方正在组织严打行动，所以近期请各位公民保护好自己的财产，同时也需要保证好自己的人身安全。这种通告怎么会起到作用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活着，就算官方想要审判自己，也需要一切都回归秩序之后吧。如果活不到那个时候，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就在此时，我突然看到隔壁乔乔家门口出现了几个强壮男子，正在努力的砸门。很快，乔乔家那普通的防盗门就被砸开了，一群人凶神恶煞般的就冲了进去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过去支援的时候，却发现他们从门里又退了出来。几人满脸惊恐的看着门内，似乎在害怕什么。没多久，乔乔也出来了。此时的他一改平时的风格，正双手握着一把武士刀，满脸的煞气。你们来啊，这些物资都给你们，来啊，不是要把我先吗？怎么现在怕了？今天折在你手里一个，哥们认了，以后你最好不要睡觉，要是被老子摸进这房子了，一定把你掀。随后他便带着人走开了，看着人群走远的乔乔，缓缓地走了房子，随后关上了门。此时的他一身疲惫，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此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吓得他一个哆嗦，拿起来一看，正是我打来的。乔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到几个壮汉被你吓跑了。是铁蛋哥吗？铁蛋哥，那群人好像是隔壁小区的，为首的那个我见过，叫做唐川。这次他们来找我，是因为之前李莹从我这卖给别人物资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，想要抢我的物资。那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了？他们砸门的时候，我正在洗澡，我很害怕，所以赶紧穿好衣服就出来了。来到客厅的时候，顺手拿起了我哥哥收藏的刀。当他们进来之后，说要抢光我的物资，便都冲着地下室去了。其中有个男的说要把我先，就一个人朝我走了过来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鬼使神差的，我一刀就把他嘎了。去地下室的人听到动静以后就出来了，本想合力制服我，但又害怕被我嘎了，所以就慢慢退了出来。铁蛋哥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我害怕他们回去之后会叫更多的人来，那时候我肯定就危险了。我嘎了没事，可是如果物资被夺走了，哥哥回来怎么办？乔乔，你不要着急，这样吧，1分钟后我们在你家地下室见。这个别墅你肯定住不了了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过来跟我一起住吧。等你哥哥有消息了，咱们让他直接过来就好。之后我很快就通过挖洞的方式进入到了乔乔的家里。虽然知道他有囤积过物资，但我没想到他的物资居然这么多。只见整个地下室里堆满了各种食物和棉被、防寒服，在角落里还有数不清的水。此时的乔乔也很听话的在地下室里等我。铁蛋哥，虽然我也很想去你家里躲着，但你也看到了，这里如此多的物资，我带不走。这是我和哥哥生存下来的资本，如果这些物资没了，我跟他或许就没办法活下来了。
所以我可能要拒绝你的好意了。作为我的发小，乔峰是一个很直爽的人，对我也是很信任的，不然也不会看着我囤物资，便学我易阳囤积物资。但这人有个很不好的问题，便是不愿欠人情。如果让乔乔放弃这些物资，依靠我的物资生存，乔乔或许会，但乔峰这人肯定是宁愿饿死也不会愿意的。乔乔，接下来你看到的事情，不可以告诉认识的人，包括你哥哥，明白吗？铁蛋哥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打开了空间的入口，直接将地下室内所有的物资都装了进去。这样的话，物资也就装好了。我们走吧。铁蛋哥，你这……我们先回我家再说吧。说着，我继续挖洞，将乔乔带回了我的庇护所。乔乔对于眼前看到的一切都十分的震惊。首先是在房间的大厅里放着一个巨大的冰块，给整个屋子降温，外面的温度高达60度，房间内却只有20度左右。所有房间的门全是实心钢门，留有射击口，哪怕大门被攻破，躲在钢门里依旧有反击能力。这还只是1楼，要知道铁蛋的家地上3层，地下还有2层呢。这其他的房间里都是物资吗？哥，你早就知道末日会来吗？怎么会呢？你先去把身上的沙咸鱼被溅到的洗掉吧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随后我独自回到了房间之中，默默地思考着刚刚发生的事。虽然他们被乔乔暂时逼退了，但他们也看到了乔乔家里的物资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。幸好我及时的把物资和乔乔带来了，不然到时候鬼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他们那群人在乔乔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会不会把目标锁定在自己家呢？没过多久，铁蛋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动静，想必是乔乔已经梳洗完毕了。但我也没有出去看看的心思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那群人彻底消灭。一旦自己这间无敌的庇护所被发现，很容易被人围攻。虽然不担心被攻破，但此时时间尚早，这么早被发现的话，难免夜长梦多。随即我通过挖洞的方式再次进入了乔乔家，并拿出了武器，就在屋子中等待着那群土匪的降临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，听声音似乎不止一个人。看样子被我猜对了，他们就没准备放过乔乔家的物资，先前退出去就是害怕被发疯时候的乔乔砍伤。这次他们肯定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，否则必不敢如此嚣张。就在我思考的时候，破败不堪的大门已经被人一脚踹开了。臭女人，你给我出来，不是很嚣张吗？看老子这次不把你先后！随着声音响起，10几个壮汉一窝蜂地涌入了房间。当他们看清楚在房间中的人是我时，脸色露出了一丝疑惑。你是什么人？那个臭女人呢？我是送你们见上帝的人。话落，我扣动了扳机，随着武器发出连续的巨响，他们应声倒在了地上，再也没有了声音。这下应该安全了。此时刚刚躺上床的乔乔则是在思考我的所作所为。他洗完澡后又在整个别墅里转了转，却发现这里密不透风，甚至监控和发电设备应有尽有。最重要的是，有好多个房间的门都是被锁死的，里面肯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之前看到铁蛋哥在装修别墅，没想到居然是增加了厚度和隔温效果。看到的那些设备完全不像是普通别墅该有的，加上这几天没见他出门，却过得很好，还有那他怪异的能力。或许他真的早就知道高温会来，所以特意修建了这么个别墅，加固的墙壁和非常厚重的门窗，就是防止别人冲进来的。可是铁蛋哥怎么会知道高温要来呢？就在他疑神疑鬼的时候，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消除了隐患之后，我得好好安排一下乔乔了。我起身将乔乔喊到楼下，跟他聊了起来。首先我告诉他不用担心，在我这个别墅里绝对安全，不可能有人能伤害到他。其次，他的那些物资暂时由我保管，我每天会从他的物资里拿出足够他一人使用的份额交给他，让他不必担心。最后，这个别墅目前自己住在1楼，让他安心住在2楼，并时刻尝试联系乔峰。一旦有了乔峰的消息，要第一时间告知我，自己不要轻举妄动。他听完之后，对我的安排表示赞同。恰好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吃饭时间，我从空间里取出了3菜1汤，都是大酒店的招牌菜，还腾腾的冒着热气。我们2人美美的吃了一顿，便又各自回到了房间之中。而我才回到房间之中，就收到了前女友方倩发来的信息。张铁蛋，你不是一个人住别墅吗？赶紧打扫2个房间出来，我现在跟王晴在一起，一会过来陪你住，有我们2大美女陪你，可是你天大的福分啊！前世我可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跟这么个女人纠缠不清，简直比李莹还要傻缺，还当我是前世那个傻子吗？倩倩，我好想你啊，你在哪呢？而另一边的方倩和王晴2人正在吃着白水煮面，看到手里我的回复，方倩顿时脸上乐开了花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是我的舔狗吧，我一发消息，他肯定会回复的。倩倩，你确定他那里有奥龙牛排红酒吗？我亲眼看到车队进去他家的，还能有假？放心吧，最迟今天晚上咱们就能吃上了。这天天吃白水煮面的日子，我算是过够了。那你快关心关心他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住到他的别墅里了。这苦日子我也受够了，他有那么多物资，咱们3个几辈子也吃不完啊。难怪你钓不到舔狗，你这境界太低啊！我关心他干什么？舔狗只要知道我吃苦，就会马上过来舔我。你看我的！哎呀，
峰峰，你看人家的早餐竟然吃的是水煮面条，人家想吃牛排了，也不知道这鬼气能不能吃得到。看着方倩发来的信息，我不由得乐了。真不愧是你啊，方倩，还是你会玩啊。从空间里拿出一瓶82年的拉菲，然后是和牛、龙虾、鱼子酱10几种海鲜放在冰块上，拍照发给方倩，她就爱吃这一口。我的早餐有点多，我一个人吃不完啊，要不然倩倩你过来陪我一起吃啊。卧槽，倩倩，你这舔狗到底有多少钱啊？林峰，难不成是那个卖全租房的林峰？你没听吗？他不到1个月卖了将近4万套房子呢，他资产绝对100亿以上，你把他当舔狗太过分了吧？你要是嫁给他，你就是拿拉菲洗澡，这辈子都花不完他的钱。你不选林峰选别人，是不是傻呀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懂。我这就给这个舔狗一点甜头，一条舔狗只需要一句关心的话语，他就能跑过来跪舔。那你现在开车来接我和晴晴吧，这太阳能晒死人，而且现在都快60度了，我们2个女生走那么远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倩倩，我不是不想去接你们，而是我去不了啊。现在整个西山别院的人都知道了，我有100亿物资，我要是出去了会被他们打死的。到时候不光我会死，你们也吃不到这些早餐了。你们要是想吃，你们就自己过来吧。白天几乎不会有人外出，你到门口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们开门。看到我的消息，方倩和王晴没有丝毫怀疑，能吃到这么好的食物，冒点险还是值得的。行，我们到了，给你发消息。不多时，正在休息的我就听到了门铃声，通过猫眼一看，果然就是方倩和王晴。没想到还真的来了，为了点吃的还真是豁出去了。不过就算你们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愿意分一口吃的给你们。口气这么高傲，还想要吃我的物资？按吧，按吧。这么热的天，热死你们2个！怎么回事啊？这都5分钟了，怎么还没过来开门啊？之后，方倩开始疯狂的给我打电话，我并没有接，消息也是一条一条的从手机里弹了出来。峰峰，你干嘛呢？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我到了，峰峰，开门啊！峰峰，这都要把我晒死了！你不是带我们吃牛排、刺身、喝红酒的吗？但来都来了，方倩和王晴肯定是不会甘心回家吃面条的，便只能一直蹲在遮阳伞下给我发消息，像极了我从前狂舔她的样子。1个小时之后，无奈的2人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。而从始至终，方倩都没有发信息骂过一句，因为她害怕一旦骂了我，就不可能再进我的别墅吃大餐了。戏耍方倩这个绿茶之后，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。上一世好吃好喝供养了她3年，结果她却勾搭外人，不仅将我的物资洗劫一空，更是将我活活饿死。这一次总算是收回了点利息。从空间拿出红酒，轻轻地抿了一口，我开始查看起了信息。请所有居民将自己家中剩余人数统计清楚，同时记录下每个人的身份证号。明早3点整开始，官方的救援物资将陆续开始发放，每人限定1份，按身份证号登记领取。这条消息顿时就让整个互联网炸了锅，官方的救援物资终于到了，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之中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官方终于管我们了，我马上就快断粮了，再不来救济粮我都要饿死了。感谢官方，我就知道天灾无情人有情，官方不会不管我们的。不得不说，人在绝境时还真是够乐观的。估计现在除了官方的高层，便只有我知道了。这次的救援物资发放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在之后，因为饥饿和对官方行为的不满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到黑暗之中。昨日乔乔家那种事情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，社会彻底陷入了无序状态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保持乐观的心态。就在我边喝酒边手机冲浪的时候，李莹那边却是发生着不得了的大事。她此时躺在一个男子的身边，正跟他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这个男人叫做周凯华，是一名前官方的安保人员。你是说有一个叫做乔乔的女人，家里有非常多物资是吗？是的，我亲眼所见，满满一个地下室都是物资。如果不是他抛弃我，我也不会为了1瓶水就跟着你。跟着我又不委屈你，起码衣食无忧不是？还不够，这么点物资还是让我好没有安全感。不如我们去把他的物资抢过来吧。你世道变了，华仔，你也知道我经历过什么。你认识很多跟你一样的前安保人员，以你们的武力来说，在这世道可以活得很轻松的。就算你们现在不想，物资用完以后，你们也会那样的。既然迟早都会如此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乔乔的物资足够10个人吃上几年的了。李莹的话让周凯华心动不已。如果不是他单身太久，他其实是看不上李莹这种人的。虽然样貌身材确实不错，但能够为了1瓶水出卖自己身体的人，多少有一些让他看不起。那我们抢回来的物资放在哪里呢？不如我们先把这栋楼给清理干净吧，把所有人都赶走，只留下我们和你的兄弟，咱们占山为王。这样的话，整栋楼都可以作为囤积物资的地方。
周凯华此时还有些抗拒，但李莹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仁慈。你不是单身很久了吗？除了我，你想不想要其他的女人？楼上好像很多女住户吧？你可以把她们都留下来，然后用乔乔的物资养着她们。到那时，你还不是想做什么都可以？被说到心动的周凯华很快就跟李莹约好了作案的时间。为了让大家都可以主动的打开门，也是为了给他那群兄弟赶过来的时间，就把时间定在了物资发放的日子。发物资当天，周凯华和他的几个兄弟先是逼停了官方的车辆，将所有物资占为己有，而后更是直接携带武器上楼，将整栋楼里除了美女之外的所有人都驱赶了出去。整整一大车的物资被他们全部转移到了周凯华的家里，足够他们吃上好久。周凯华几兄弟在忙完之后，看着屋子里这些年龄20岁左右的美女，心里顿时直痒痒。随即几人便各自带着一个美女离开了。不久，整栋楼便响起了他们痛苦的惨叫声。李莹此时就坐在沙发上，听着他们痛苦的哀嚎，脸上居然浮现出了一丝笑意。很好，就该这样。凭什么就我一个人遭受那种痛苦？就应该让所有人都体会我当时所遭受的痛苦才对。看着剩下的女生都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，他心里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满足感。就快到你们了，最迟就是明天，好好感受末日之下人性带来的伤害吧。通知：今日市区内再度发生了多起故意抢夺和伤害事件，希望各位居民警惕陌生人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，优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看来末日之下，人性的恶要藏不住了，在一个随时会丧命的环境下，还失去了官方法律的约束，想也知道，再过几天会是个什么样子。此时的我惬意地喝着红酒，吃着牛排，享受着前身不曾享受过的生活。乔乔则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着我分配给他的食物。自他来到我家里，就一直比较拘谨，似乎很害怕遇到我。不过跟一个陌生男人一起住，不害怕才有些奇怪，所以我也没太管他。官方的整车物资被人强行夺走，罪犯随后抢占一整栋公寓楼。这女人看着有些熟悉，好像是李莹。随后我仔细地盯着视频看了好几遍，果真就是李莹。她居然有胆子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不得不说，我有点佩服她了。而且看样子，她在这群罪犯中的地位还不低，很有可能是老大夫人这种身份，真厉害，能绑上这么有手段的人。前生在末世之中，我也是见多了这种依附抢着生存的人，但他们多多少少都是些末世前就有相关经验的人，或者到了末日中期才开始转变。像李莹转变这么快的，倒是第一次见。都给我小心点，铁蛋加墙体布满了高压电，千万别碰到。老大，你是不是太高看铁蛋了？我这刀法几刀就能把他这破门劈开。一名小弟跃跃欲试，拿起一把西瓜刀，用尽全力，上去就是一刀。一声脆响，西瓜刀应声断裂。郑大海看着眼前大门，上面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老王，你上，你是专业开锁的，把这个门锁开开。老王点点头，快步地走到了门前，但看到锁后，当了30年锁匠的他瞬间就懵了。这锁应该是最先进的面部识别锁，外加万字机械锁、密码锁、指纹锁4锁合一，只要30秒钟内有一个出错，这门就会彻底锁死。凭我这30年的开锁经验，完全没办法在30秒内解锁成功啊！让你开你就开，磨磨唧唧的呢。要是好开，我要你做什么？老王叹了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伸出镊子，插进了万字花钥匙孔。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把合金门也通了电。老王瞬间就被高压电烧熟了。看着老王那焦黑的咸鱼，所有人都被吓得汗毛倒立。老大，要不咱们换一家吧？这张铁蛋感觉不是好惹的主。怕什么？给我拿锤子来，顺着窗户往里砸！我就不信他家玻璃上还能通电。张铁蛋这小子花了几个亿囤积物资，他那里有数不尽的食物和水，只要咱们破开了这个房子，里面的一切都是咱们的。郑大海的话重新给那些小弟带来勇气。几个亿的食物和水，在现在这个时候有着无尽的诱惑力。咚的一声闷响，郑大海的铁锤砸在玻璃上的时候，他的虎口瞬间就麻了，锤子的木质锤柄也是直接断了。郑大海拿出手电看了一眼玻璃，发现这玻璃居然有1米多厚，这已经不是人能够破开的厚度了。刚刚全力的一锤子下去，甚至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扯电线，上电镐，我就不信这玻璃能挡得住电镐。看到他们开始扯电线，我瞬间起身往2楼走去。虽然我对安装的钢化玻璃有自信，但一直让他们这么闹腾也不是那么回事。来到2楼，我将窗户开了一口，随后把大量的水朝着他们浇了下去。突如其来的大水打断了他们的动作，他们都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满脸的震惊。如果你们再不离开我家，我可要对你们不客气了。张铁蛋，你知道你刚刚浇下来的水有多重要吗？你居然这么浪费水！小爷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几个亿的物资，为什么不能分给我们一点？为什么要给你们？那是小爷我花钱买的。再说了，你这算是在要饭吗？要饭要有要饭的态度，知道吗？哪有你这种态度的乞丐？等我们进去，你就完蛋了。我郑大海会让你好好饿上几天，然后当着你的面住你的家，吃你的物资。本来你们退走还有机会的，现在你们走不了了。我将高压电线从窗户直接抛了下去，全身湿透的他们瞬间惨叫了起来，声音持续了很久。我没有去看
他们到底如何了。因为结果我是知道的，大门外的老王就是例子。直到下面没有声音了，我才将高压电线收进了空间之中。窗外传来了焦臭的味道，我赶紧关上了窗户，朝着自己的房间走。一伙犯罪团体就这么被我消灭了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新的麻烦现在才开始。此时的手机又开始响个不停，全是方倩发来的信息，甚至还有她闺蜜王晴发来的好友信息。这两个人搞什么？我还以为上次被我关在门外，他们已经不会找我了。我点开信息，里面居然全是问我为什么不开门的信息，语气中居然没有责怪，满满的都是慰问。你怎么了，铁蛋？为什么没有开门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你怎么不回信息啊？这么严重吗？铁蛋需不需要我去照顾你啊？看着这些信息，我顿时觉得一阵恶心，特别是这个称呼。如果我不是重活一时，还真有可能被他给骗了。不过不管他们想干嘛，我现在都不怕，所以我同意了王晴的好友请求，并顺水推舟的给方倩发了条信息过去。倩倩，对不起，我受伤了，昏迷了一天，这才醒过来看到你发的消息。铁蛋，你个小傻瓜，不用跟我道歉，我这会就过去找你。受伤了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呢？还在叫铁蛋，恶心死我了！你 TM 还照顾我，你就是想进来蹭吃蹭喝吧？我费尽全力将一阵恶心压了下去，故作关心给方倩回了个信息过去。我受伤了，出不了门，没办法去接你们了。我如果没受伤，我肯定要去接你们的。现在外面这么乱，倩倩你要是出事了，我可怎么活啊？方倩看着信息，脸上充满了不屑。果然我还是那条舔狗，见人就是见人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张铁蛋，等我进去了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残忍。正好你受伤了，我干脆趁机宰了你，取而代之自己做女王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去照顾你，半小时后到，记得开门啊。好，我会准时开门的。得到我确定的回话，方倩脸上充满着狠毒。昨天你放我鸽子的事没完，我去了之后会让你好好舒服一下的，这样也不枉你舔我这么多年。男人那一刻绝对是防备最松懈的时候，只要插对位置，绝对一击毙命。看着方倩近乎癫狂的模样，王晴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他想给我发消息，总感觉现在不是时候。方倩就在身边，万一被方倩发现了，自己可能也会很危险。我想吃海鲜，你这里应该有吧？你不要想骗我，我昨天闻到龙虾的味道了。那你拿什么换呢？你自己的物资里可是没有那些东西的。铁蛋哥，我都吃了好几天的火腿泡面了，你就不能给我吃点吗？撒娇可没用，如果要吃海鲜的话，你得拿东西来换才行。可我没什么东西，你看得上啊？莫非你是想……张铁蛋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变态？想哪去了？这样，我给你个任务怎么样？你完成了，我就请你吃1周的海鲜。什么任务？一会有2个女人过来敲门，你的任务就是冒充我的女友，把她们赶走。你想怎么做都行，总之不要让她们好过，特别是那个叫做方倩的。方倩，那不是你的女神吗？你舍得？快别恶心我了，你不需要管那么多，你只需要让她不好过就行了。敲门声猛然响起，看来是方倩他们已经到了。此时我给乔乔打个了眼色，嘱咐她千万不要开门，之后就离开了。张铁蛋，我到了，你快开门。随着方倩的开口，2人隔着一道门开始了正式的交锋。你找我的铁蛋哥哥做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铁蛋家里？你又是什么人？这个时候来我铁蛋哥哥家做什么？方倩和王晴2人此时顶着大太阳站在门外，本就情绪很不好，听到乔乔的话之后，更是让方倩愤怒不已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在我的男朋友家到底要做什么？你男朋友？既然是你男朋友，你为什么不在家里，反而是我在这里？行了，回去吧，铁蛋哥哥有我一个就足够了。说完，乔乔也不理会方倩的发飙，独自回到了房间里。方倩和王晴又在门外叫骂了一阵之后，便又回去了。到家之后，方倩越想越气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王晴，这个张铁蛋戏耍我们2次了已经。王晴此时却有些心不在焉。王晴，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回事？我看到他窗户边几个焦黑的咸鱼有点没缓过来。那些我也看到了，估计是想抢他物资，结果被高压电弄嘎了吧。哎，那有没有可能他受伤，所以没有接我电话？门里面那个女人的声音很熟悉，好像是他发小的妹妹，叫乔乔。会不会是因为他受伤，发小来照顾他，顺手把妹妹带来了，然后兄妹2个就瞒着铁蛋把我们丢在外面？估计是这样，不，肯定是这样。方倩越想越觉得或许是真的，嘴上是话语逐渐变得暴躁起来。而王晴基本都没怎么听他的话，因为铁蛋已经同意了他的好友请求，但是却没发信息过来。另一边的铁蛋和乔乔正在吃海鲜，一桌子丰盛的饭菜让人食欲大振。乔乔狼吞虎咽，吃得毫无形象。可累死我了。累什么？忽悠2个傻子罢了，1分钟没到你就搞定了。要我说，你最多完成了1/3。
你可别太小气了，这事换个人来可不一定有我干得漂亮，省时省力还不好啊？不过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你不让他进来呢？你不是追了他好几年吗？一言难尽，理由你就别问了。反正这次他来是他自己提出来的，他之前还来了一次，可我没让他进来。这一次他居然又提出要来，这次我当然也不会让他进来。我跟乔乔又聊了几句，直到他吃完饭就各自回房了。你个畜生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真心实意的爱了你6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6年，整整6年你都不让我碰，还说什么要结婚才可以？说到底，你就是不爱我罢了。华仔，不用跟这种女人废话，她呀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阿宇，看在我们6年感情的份上，我不会让他们强迫你，而你也要想清楚，现在是末世，有人依靠总比自己独自闯荡要好。今天你先休息吧，明天我会来给你送食物的。原来之前抢夺一栋楼给周凯华和他的兄弟带来了数不清的物资，这让他们喜欢上了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，所以没过几天，他们便又一次抢夺了一栋楼，而这栋楼便是周凯华原本的恋人梁秋雨居住的楼层。他们跟以往一样，将男人都赶了出去，把物资和年轻的女人都留下。而梁秋雨作为周凯华的恋人，小弟们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周凯华的面前。周凯华，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想的，我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了你。言尽于此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周凯华带着李莹离开之后，其他几人也是各自挑选好了美女，大笑着离开了，只留下梁秋雨一人独自待在房间里。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梁秋雨才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房门却突然被人打开了。是你？来人正是李莹。我是来放你走的，你走吧。什么意思？在这种末世之下，我们女人完全处于劣势之下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外面那些身体体壮的男人，只要想，随时就可以对我们做任何事情。而作为女人，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依附于他们，只要选对大腿，一样可以过得很滋润。我还是没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周凯华就是我选择的大腿。原本我以为他会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现在看来，你们之间6年的感情，他依旧放不下。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嘎了你，但我没有办法处理你的咸鱼，所以让你离开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你真的让我走？是的，赶紧走吧。离开了这栋楼，你去哪里都与我无关。以后不要出现在周凯华的眼前，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，否则我一定会嘎了你。说完这些，他便离开了，只留下梁秋雨一个人在待在原地。他的内心现在十分的挣扎，一方面是舍不得这6年感情，另一方面，他今天确实发现周凯华变了一个人，变得让他陌生不已。最终，他还是决定离开这个地方。虽然外面现在也不一定安全，但这里明显不安全。来到楼栋外面，他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，只能随便找了个方向，就一直走了过去。等到天快亮了的时候，他沿着路居然来到了张铁蛋的别墅前。门口那些被烧焦的咸鱼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为什么这里会有咸鱼？这些人似乎是想冲进这个别墅，但是失败了。是跟周凯华一样的人吗？这么说的话，这户人家有武器。想到这里，梁秋雨狠狠地敲起了门。还在家里睡觉的张铁蛋被这一阵敲门声弄得很无语，无奈地从床上起来，看了看监控画面。门口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有些衣冠不整，此时正癫狂地拍着门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一扇门，这么拍不会手痛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通过监控观察了一番，确定没有其他人之后，他打开麦克风跟女生沟通了起来。你这人搞什么？不怕死的吗？你脚边那些咸鱼，你是看不到吗？我就是看到了才敲门的。你是不是有武器？武器？我要武器！只要你给我武器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神经病！给你武器，让你弄打我吗？没事就滚远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么说，你真的有？我需要武器，还要足够的子弹。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换。让他进来吧，感觉他不是坏人。乔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张铁蛋旁边，感觉万一他是坏人，给了他武器，我们2个怎么办？你的善良智慧害了你，难道你忘了之前的事了？这次不一样，让他进来吧。至于武器，我们看看情况再决定。你不用那么害怕的，一个女生而已，难道你还打不过他？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你想过让他进来的后果吗？他万一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物资，并且只有2个人，很可能会带人来抢我们的物资。而且他现在明显是要报复别人，不让他出去可能吗？别傻了，乔乔，末世最不值钱的就是善良，其次就是人。最终在乔乔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还是打开了门，让梁秋雨进了屋。此时的他眼神中一点神采都没有，整个人浑浑噩噩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我要武器，你给我武器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不管你要做什么，你要知道的是，在确保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我才会给武器你。现在给你武器，说真的，你会不会直接干掉我们呢？好啦，看你也很累了，先去洗漱休息一下吧。我们会给你准备些食物，待你状态好一些了，我们再说武器的事情。梁秋雨的精神好像确实好了一些，
他点了点头，便在乔乔的指引下前往了乔乔的房间。几小时后，明显精神好了许多的梁秋雨在乔乔的陪伴下出现在了客厅。此时的我手里拿着一把武器，略带玩味地看向了梁雨秋。给你看看，俄制马卡洛夫2045最新款，弹夹20发子弹，一枪能爆头。不过在给你之前，先说说你为什么要武器？如果不能给我一个让我幸福的理由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说着，我将手里的武器收了起来。好，我告诉你便是，我需要武器是因为我要报仇，去干掉一个叫做周凯华的男人。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男朋友，不，现在应该叫做前男友。我跟他在一起6年，但这2天他被一个叫做李莹的女人拐走了。李莹？李莹？对，你们认识？或许不是同一个人吧。你继续说。他这个贱人很主动地跑到了周凯华的床上，然后周凯华就变了。他带着以前的同事组建了一个全是前职业安保的团伙，抢劫了我住的小区，将老弱病残和男人赶走了，将女人都抓了，供他们享乐。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是李莹放了我，他说要跟周凯华永远在一起，但又不好当他的面嘎了我，所以就放我离开了。那你拿枪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干掉那个负心人？嗯。幼稚，你走吧。梁秋雨瞬间变得激动起来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幼稚，一个幼稚的人带着武器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你走吧，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随即我就把他送了出去，狠狠地关上了门。铁蛋哥，你为什么说他幼稚？难道他还不幼稚吗？在这么危险的时候，居然要武器，只是为了去报复一个渣男。而且，那个渣男还是一大堆职业安保人员的老大。他甚至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被人家把武器抢走。而且，很明显他没有想清楚复仇之后要用武器来做什么。这个时候，他是很危险的。我明白了，铁蛋哥，他嘴里的那个李莹会是我的闺蜜李莹吗？不清楚，但如果是的话，她转变的也太快了。一个脑子里满是浆糊的女人，居然在被残害之后，可以第一时间领悟到弱者在末日的生存法则，简直不可思议。铁蛋哥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袭击，在末日之下，弱者真的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吗？依附别人生活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。弱肉强食，物竞天择本就是自然界的真理。末世之下，人类只是从有秩序的世界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时代而已。那就梁秋雨现在的状态，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如果担心他的话，3楼有无人机，你遥控跟着他看看就好了。谁家有多余的粮食啊？我们3栋没分到救援物资，已经断粮了。我可以用东西换，我家还有一条金华火腿8斤，我想换20斤大米或者白面。我家有一箱2000年出厂的飞茅台，现在都已经50年了，一箱6瓶，市场价现在大概2000万，我就换20斤粮食，就叫大米米还是玉米，什么都行，我不挑食。末日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20斤粮食已经可以换到50年份的白酒了。这东西我确实失算了，没有囤积太多，而且还是这种好货，当即就选择了跟他交易。得知他的地址之后，我用无人机完成了这次交易。打开一瓶喝了一口之后，那种1线后的润滑感让我确定这确实是真的。你换酒干什么？那玩意儿又不能吃。就算吃200年我们都吃不完，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粮食，而是享受生活。再说了，不过是一点点大米而已，不用在意。蛋哥，既然现在粮食这么值钱的话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那些快要变质的粮食都换了？你知道的，之前在家里堆积的物资，因为天气太热，多少都有些快要变质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帮我把那些都换掉吧，换一些有用的东西。你自己去拿2架无人机，需要什么看看手机去换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铁蛋哥。随着我和乔乔的无人机四处交换物资，大家也都有样学样起来。不多会，漫天便都是无人机的身影，更多人开始把家里值钱的好东西晒出来，出价格，满怀希望的想要拿出来换粮食。但末世之下，人心是最难测的东西。不久之后，手机上就四处充满了骂声。原来有些人先把自己的物资送过去后，别人却不愿意把交换的东西挂上无人机，骗子开始四处横行。最终，众人都只认可我和乔乔2个人，因为我们绝不骗人，所以与我们交易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就在大家纷纷开始交换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手机都收到了好几条连续的信息。首先便是漂亮国发来的信息：所有幸存者，你们好。公元2050年1月1日，太阳黑子爆发的磁场风暴破坏邻球臭氧层，紫外线现在对地球所有生物来都是致命的。全球气温升高，超强紫外线辐射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都不会恢复正常。也就是当你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已经世界末日时了。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可以庇护你们，很多国家的官方自己都已经维持不住。开发国和那些靠近赤道的国家已经灭国，幸存者们，你们如果想活下去，能相信的只有自己。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漂亮国官方有权利让每个幸存者知晓末世情况。为了活下去，你们一定要坚信自己的力量，去为了自由民主而努力活下去吧。漂亮国官方2050年1月10日全球通告。之后是毛熊国的信息：幸存者们，你们好，你们已经知道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了吧？
俄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。俄国已经展开防紫外线大棚工程，西伯利亚加上北极圈内的土地足以养活5亿人。北极圈内白平均气温只有35度，贝加尔湖的湖水现有的存水量更是足以供给5亿人喝100年以上。现在只需要每人缴纳10斤的金砖，自行来到贝加尔湖生存基地，就可以永久性获得俄国国籍，永远的在俄国境内生存基地活下去。抓紧时间，一路向北，俄国欢迎你。西山别院那一个贪官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疯狂抽自己大嘴巴子。我 MB 的怎么就这么嘴馋？我贪了一辈子钱，我竟然因为饿肚子用了20斤金砖，换了20个胀带的破鸡腿。这 TM 的竟然是俄国生存基地2个名额呀！我这辈子都没干过这么傻逼的事。老板，我不换了，你把黄金还给我好不好？乔乔自然是不会答应这种请求的，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了他的预期。手机里的消息一条一条的跳了出来。谁知道那个网名大乔乔到底住在哪？我换了40斤黄金，找到他我出20斤作为报酬。那可是2个贝加尔湖生存基地的名额，具体位置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是2栋的。我看到无人机是从张铁蛋的别墅飞出来的。你们要金砖的赶紧找他们，他们跑到俄国了就来不及了。跟这群狗日的拼了！我怎么那么好心换我金砖？原来他们早就知道金砖有用啊！真 TM 丧良心啊！老子都这逼样了，还用胀带鸡腿骗老子？拿这个考验干部，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呢？他们还有余粮，我猜就在移动那个建材仓库里，因为我在12月末看到很多拉着物资的车进了那间仓库，当时我以为是建材，现在想想肯定是食品物资。卧槽，那个建材仓库里全是物资，我不要金砖，我不去西伯利亚，给我1箱方便面就行了。一仓库的物资足够他们疯狂，原本还在求物资的众人顿时团结一致，准备在天色黑了之后一起来围攻张铁蛋的别墅。真是笑话，贝加尔湖明明已经在我的空间里了，毛熊国这边看来是打了个信息差啊。可惜这群人都信了，看来晚上会是一场恶战啊。对不起铁蛋哥，我也不知道换一点金砖会变成这样啊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你那么多金砖，想不想去贝加尔湖啊？你只要用10斤金砖加上20斤的食物，雇人开车去贝加尔湖就可以安稳的活一辈子了。我又不傻，还雇人，一旦别人知道了我有这些东西，能不能活到明天都是个问题。网上那群人不就是冲着咱们的物资和黄金来的吗？确实不算很傻，傻的是他们，居然相信这个时候毛熊国居然会需要黄金。铁蛋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好好在家守着就行，记住千万不要开门，就算是我也不要开门。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，不多时，林峰的别墅外就围满了人。这群人大不多数都是收到消息说这里有人肆无忌惮的用食物换物资，说明他们的物资储蓄非常丰富，在一些人的添油加醋之下，这里的物资已经超过了几千亿。虽然他们不全信，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肆无忌惮的用物资换东西的，肯定有用不完的物资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所有物资，交出所有金砖，我饶你们不死。几个人拿着大喇叭冲着张铁蛋的别墅高声叫喊，但张铁蛋并没有理会他们，他安抚好乔乔，独自一人偷偷跑出了别墅，并把自己的末日战车拿了出来。在前门的那些人喊了半天得不到结果，怒气已经到了极限。为了物资，为了去毛熊国的贝加尔湖，冲啊！随后一群人就像狮潮一样冲击着他的大门，有些自作聪明的人甚至已经开始攀爬围墙，想要做第一个冲进房子的人。但绝望从来都是优先赋予那些贪婪的人，围墙的高压电瞬间就将他们电嘎了过去，随后他们的咸鱼就从围墙上掉了下来。而第二个绝望的便是那些冲击大门的人，他们发现即使他们同时撞击，大门也依旧纹丝不动。在稍微检查后，他们发现这个合金门靠他们现在工具完全不可能打开。就在这群人都陷入绝望之际，我开着自己的末日战车来到了战场，他们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我，转头向我冲了过来，企图用肉身拦下我的车子。或许他们的认知中碰到有人在车前必须要减速，但这个时候可是末日，法律约束不了任何人，所以我直接猛踩油门，有一个撞一个，将冲过来的人群直接冲散。看到这番景象，人群中一身职业安保制服的人突然举起手枪向我瞄准，并且疯狂射击，子弹打在车上乒乓作响，却没有任何效果。开玩笑，这可是我花了几个亿打造的车，一把手枪怎么可能打得坏？随后我猛打方向盘，车便撞在了他的身上，随着一声惨叫，他飞出去3米远才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。目睹了如此残象，又看到我连职业安保都敢撞，人群顿时被吓得四散奔逃。不一会，整个别墅周围除了还在哀嚎不止的重伤者，再没有一个人了。看着消失的人群，我继续开着车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用挖洞的方法重新回到了家里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在我走后，李莹出现在了那位职业安保身边，捡起来他掉落的枪和子弹，